那这次回来，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处理上海的房子。那像我今年房子卖出去呢，最终的价格其实是落在72折左右。我们家真的还算蛮幸运的，降到72折的时候，果断就出手了。那我现在在后续观望看下来呢，就是那个房市也没有起来，而且甚至是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往下降的趋势。那好险啊，我只能告诉自己，虽然上海的房子跌了可能20%-30%这样子，但是我台北的房价也上涨了不少的。Hello， 是谁？为什么要来阿哥哥？现在我一个人要带2个小朋友回上海了。为什么回上海呢？这个事情要慢慢跟大家说。要出发了，手忙脚乱，带着2个小孩，那个牛奶真的是这个架子也放不上去，这个杯子，然后咖啡又打翻。妈妈，我们要出发了。妈妈，在飞机上。妈妈，我们要出发了。到达上海，现在还要换浦东机场里的这个短短的地铁。他在说上海话，上海话报站。好，我看到了，走走走，往左边走。你眼睛不好，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啊！看到吗？在哪里？快点，走呀！干嘛？没有用啊，没有用。来这里吧，哎一下。我们现在在人民广场，它有一个亲子厕所，还是设计的不错。也就是台湾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有，有这个小 baby 坐的，然后有换尿布台，然后大人洗手台、小孩洗手台、小马桶这个无障碍这个大人马桶。可惜的就是我发现它的小孩洗手的这个感应不出来水，然后厕所没有纸。不过还不错啦，就是都有这样的设施了，而且很新，也没有什么异味，还不错。希望它能好好去维护一下。回来嘛，带了一个箱子，我们3个人的东西在里面，20几公斤。然后现在这里跟我说雨天暂停使用，明明就是晴天啊，没有下雨啊。那我要是推婴儿车那边捷运站、地铁站出来，它就是可以走的，然后走到这边就没有地铁，没有电梯了。夸张哦，然后我只能搬下去，那边也是没有电梯。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现在终于回到了上海。那我看到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家乡，都会带一些台湾的特产回去，给到家乡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然后呢，都是什么大陆的朋友吃了台湾的点心，停不下嘴啊，连连称赞啊。口口叫好啊，都是这样的内容很多。我真的不知道台湾应该带一些什么东西，我就随便买了一点伴手礼回来。这次带了一些凤凰酥回来，然后还有土旺来酥、蛋黄酥，然后这个是乌鱼子。它是烤过的乌鱼子，所以应该是可以直接吃的，作为一些伴手礼。
对，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像凤梨酥啊，还有一些什么蛋黄酥，真的上海都买得到。你说口味大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倒是乌鱼子这个东西蛮有特色的，其他地方可能都没有，只有台湾有。但是这个东西也是看运气，就是海关有时候可能会查到，如果他真的要没收，你也没办法。像我回来2次，就是带过乌鱼子，都运气比较好，没有被查到。但是也有的人吃得惯，有的人吃不惯，有的说怎么这么咸？因为有的人也不喝酒，他这个乌鱼子可能要配一些酒啊，比较下酒嘛，所以就是褒贬不一，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拍那些很有流量的话题来说，大陆的朋友吃了台湾的东西停不下来这样子。而且还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这些东西台湾人那么喜欢看，真的让我怀疑大家观众的一些品味啊，怎么就是你自己觉得真的是会吃的停不下来吗？虽然可能还蛮好吃的，但是也不至于到那么夸张吧。我还是喜欢实话实说一些。好了，那我废话也不多说，我这次为什么会比较匆忙的回到上海呢？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在之前一期有讲过，我在台湾买的房子，台北买的房子升值了多少，虽然是自住房，但是心里也是蛮高兴的。那这次回来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处理上海的房子。我在以往也分享过上海的房子的情况，就是我妈来台湾2次都是待的时间不太久，放弃了那个大陆父母来台湾体验的这个非常爆火的流量，就是没办法，他也不是不喜欢台湾，况且台湾还有最棒的孙子孙女，对不对？我也说过。那他为什么每次住个1-2个月就匆匆要回到上海呢？就是因为我上海的房子一直在做挂牌处理。整个经过呢是这样子的，我是2020年底来到台北，然后在2021年底在台北买了房。当时的打算是台北买了房，上海卖掉1套房，用那个卖房的钱来还台湾的贷款这样子。但是呢，很不巧的就是2021年年底过完年呢，就是2022年上海就开始封城了，所以当时没办法去完成挂牌这个动作。而且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在2022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上海的房产楼市达到一个巅峰值，那个房价非常非常高。说起来也是说得通，就是当时疫情刚刚起来，那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管控的非常严格，所以那个感染疫情的人数控制的非常低，因为大家都封在家里嘛，也没办法出去，所以很难做到人跟人的接触。那另外呢，就是上海的医疗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毕竟是整个中国的天花板城市。那很多人觉得在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在一个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比较有安全感，所以当时上海的房价达到了一个巅峰。那实际上我不知道多少人在那个巅峰逃出去了，下岸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很难完成挂牌这个动作，因为都封锁在家里嘛。像我们也想去挂牌，但是没办法出去，那只能等到解封。解封一直到2022年的大概8、9、10月份这样子才开始解封。那解封没多久呢，其实又碰到过年，那也就是2023年的春节。那春节期间这个挂牌的市场其实是蛮冷清的，而那个时候我们家妹妹刚刚出生没多久，我就想让我妈来看一下壮壮出生她也没有看到过，那妹妹现在出生，也干脆来台北过完年，看好孙子孙女再回上海挂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直等到2023年的过完春节，我妈在台北待了2个月的时间才回到上海去挂牌。没想到一挂上去，这个房价就是直接阶梯式的下降。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问的人还是蛮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中介打过来说这个房价还不能再降。那当时一开始挂上去，它离最高峰大概直接跌了8、5折，因为买房子不像买衣服啊，买其他的东西可能打个8折、9折，你觉得还好，没有影响很大。房子这个东西一打8、5折，真的就是你可能工作个3、5年才能赚回来的那个钱啊，所以内心非常纠结，觉得8、5折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或者这个价格会慢慢的回暖呢？这个时候谁都说不好，预判不了这个房市，尤其是上海的房市，谁都没想到它会跌下来。那后来呢，陆陆续续到2024年这样子，甚至跌到了8折，跌到了7、5折。那像我今年房子卖出去呢，最终的价格其实是落在
72折左右，我觉得还是算蛮幸运的。其实上海这个楼市，如果真的敏感的话，早一点出手，真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钱。因为当时大概2024年年初的时候，整个国家调控就出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好像是全国200多个省市一共发布了600多条救市的政策。那无非就是2个方面，一个就是解开限购，因为原本在上海买房呢是需要你住满多少多少年，外地人住满多少多少年可以在上海买房。那现在这个年限就放宽了，甚至现在上海的外环以外的房子都不需要住满多少多少年，直接是对外地户籍开放，直接可以购买，好像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降低首付率嘛，可能本来你要付到50%或者是40%这样一个首付率，那现在它可能可以让你只要付20%、30%这样一个首付率，也就是这2个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推行之后，上海的房市也没有起来。所以呢，我们家真的还算蛮幸运的，降到72折的时候果断就出手了。那我现在在后续观望看下来呢，就是那个房市也没有起来，而且甚至是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往下降的趋势。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你要持续观望，跟自己心态上做一个博弈就是真的是大家都看在钱的份上要想赚更多钱但是也没办法，这是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跟房子都有一个缘分在那里，所以也不要去多做强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卖掉就卖掉了。那好险我只能告诉自己，虽然上海的房子跌了可能20%、30%这样子，但是我台北的房价也上涨了不少，对不对？之前那期也跟大家分享过，虽然是自住，你不卖出去它涨得再多也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房子涨嘛，你以后卖可能收到的钱更多，也是有更多其他的选择机会。所以呢，这就是我这次匆匆回到上海要来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分享。那处理完这个房产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的人民币要换成台币。像这种比较大额的就是比较麻烦。别人说如果你不急着用就慢慢的换，但是我还是蛮着急的，想尽快还掉台北这边的房贷。另外呢，就是台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大概从 4.5 一下子大跌到 4.2， 现在慢慢有在回升，大概升到 4.3 左右，等于又是在经济上打了一个折，大概打了9折这样子，又让我的资产缩水了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换完台币也不会直接去还全款的房贷，可能想做一些理财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台湾这边做理财要做什么，是买基金呢，还是买一些什么比较保险的理财保险理财产品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了解的，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非常感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想2个小孩他们也没在上海好好玩过，想带他们来上海玩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初我在台北买房的时候，我岳父岳母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们不但给了我很多建议，也是在经济上有实际的帮助，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原本是想借这次机会带他们一起来上海玩一下，因为我的岳父在20几年前大概有派过公干来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跟现在的上海真的是天差地别。我岳母是没有来过上海，所以原本想借这次机会带他们来上海玩一下的。遗憾的就是临到出发之前岳父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些小状况，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但是也是影响到行程，所以这一次的他们2位上海行就只能延后到以后再看有没有机会。所以呢，这次也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2个小孩来都来了，那上海其实不是很适合带小孩去玩，我觉得，因为一些像外滩的建筑或者是城隍庙或者是南京东路都是一些比较商业化的建筑，只是大人来看一看它的繁华怎样的。那小朋友要去迪士尼乐园呢，我真的不是很建议，人太多了，而且人多就算了，那些人的素质还会比较差就是排队的话会插队什么的非常影响游玩的心情。虽然它的硬件设施真的很好，这个我后续也会跟大家来做分享，我这次上海的一个实际感受硬件设施真的很好，但是软件做的太差了，那些人管理
真的非常糟糕，非常影响你的出行体验。所以呢，这次我们就临时做了一个出行计划，准备去四川玩。四川我们这次主要的景点就是想去九寨沟以及看熊猫。所以我就用了3天的时间啊，做了这样一个四川的行程。还好我四川去过很多次，还是比较了解的。那做了一个四川的行程呢，就利用这2-3天的时间订完了机票、酒店，全部行程都安排好。后续会好好的去拍一些影片，带大家实地看一下四川九寨沟的美景，以及分享一下带小朋友出行的一些心得体会。因为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在大陆旅游过了。我上一次去成都、四川玩的时候，大概还是7-8年前。四川我去过4次了，我真的很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景色非常丰富，而且每个地方的景色都比较不同，也有历史，也有人文，又有美食，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后续会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这期先到这里，大家再会。